好，来我们画一个这个，有点大，但是这个画是以前我画过，就是很早的时候啊，就是我还没有做课程的时候，那就是不知道是多久了，还没有做课程的时候画过这幅画。就是因为这幅画好几个人都在说想要在直播间再画一次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带这个仿古纸，以前用的这个浅仿古纸画的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白色的纸来画的，就是纸用的不一样。后面的话，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一个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浅浅的这个仿古色进去啊，等它干了之后。我当时记得好像不是3尺的，它好像跟3尺的尺寸还是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哈，大概按这样画，不一定跟它一模一样。每次画我就不喜欢画一样的啊，真的不喜欢画一样的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个壶，这里有一个壶，这里2个杯子啊，2个杯子还画了一些小瓜子儿，这里画了一些小瓜子儿。好，这个地方又画了一个花瓶。花瓶里面是有这个，现在我们画的是4朵花。那我们今天画的话，我不一定说画4朵花，我可能画，如果看位置啊，位置合适的话就4朵花，位置不合适的话，我有可能我们还要加花，因为今天用的这个纸是比较大一点的，但是你们可以缩小哈，我用的纸大，但是大家可以把它缩小哈，上面来一个花苞。好，这里可能还有，这里来一个花苞啊，来一个花苞。然后后面又有一个花瓶，两个瓶子，然后这里会有2排字啊，2排这个字。后面画一点这个博古架、窗户什么的。这个要不要画呢？这个要不要画不一定哈，我们看情况啊。后面这个我们不一定跟前面画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待会儿最后我们再看情况啊，看情况画。这个是60啊，60乘以97厘米啊，97，这个是97，高是97。宽是60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比较大一点的纸了，就是我把6尺的纸裁成3张。那这里花比较多，我们不一定跟这个画一样，我们可以另外找一些花来写生哈，另外找一些花来写生。好，我看一下我这个现在有没有合适的花。好，我们第一朵花可以把第一朵花给变一下吧，第一朵花给变一下。这一朵好像跟之前那一朵有点像，我们把它镜像一下，画一个不同方向的，又会是不一样的。这朵花特别好看。好，我们画这一朵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好吧？来一起分解一下颜色，看一下这朵花。先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，我们第一朵花把它变成这朵花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，朱砂、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朱砂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像没有朱砂了。我们用朱砂，用其他颜色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用朱标好吗？用朱标。朱砂颜色我没有了，用完了，用朱标，然后大红加藤黄，然后用一个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胭脂。看一下还用一点什么辅助颜色进来。辅助颜色我们用一点这个焦茶，辅助颜色就用一点焦茶吧。用点焦茶，胭脂还是要用到嘛，胭脂这里有，辅助颜色就加一点焦茶进来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就这些颜色。
好，这个是太白三氯胭脂，我们加水来调和啊。我们现在再开始啊。好，我们调这个底色，底色好像有点干啊。再加一点水。好，这个底色要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区别，还不够啊，我们再加点三氯，再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颜色调一下。好，我这个牡丹红也用完了，所以用了这个颜料的牡丹红。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这个牡丹红，也拿出来用一下。好多颜料没有了。好，我们把它调和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大红和藤黄把它搅一下啊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调色啊。每一次画这朵花的颜色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区别。我们先把这个珠标薄薄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，不要调的太多了哈。这个珠标调太多了，这个花待会儿变黄了。这个花还是比较红色一点的。然后调一点大红，这些都是薄薄的一层哈。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这个是牡丹红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是。这个反瓣的时候，浅色部分我们先不加胭脂啊。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啊？颜色好看吗？颜色好看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了。
也这个颜色还调的不够好啊，因为这个笔尖的太深了，还没有晕上去，没有完全晕上去。好，我们开始画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折一下，这张纸有点大，折一下这个中线的位置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折一下中线位置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构图，我们先画花啊，先画花，后画一些配景。第一朵花，看第一朵花在哪里啊？第一朵花在这个中线，往上一点哈，这个是中线，中线朝上。好，第一朵花我们画的中线朝上，然后这边是中间，中线朝上偏右一点，中线朝上偏右，不要画太高了啊，就中线上面一点就好了。因为这张纸是比较大的，比之前的那个纸要大一些。好，就是在这个中线这里，上面留多一点空。中线看到了吗？中线偏右边。在这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构图。那这里是中线偏右，我们先画这一朵花，看到没有？画这一朵花。好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大概定一个位置开始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调一下颜色啊，把这个颜色往上晕一点点啊，把这个玫瑰红再往上晕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瓣，第一层，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它的这个颜色才会有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。然后第二层我们就不要画那么宽啊，稍微比第一层窄一点点啊。当然每一层尽量不要画的太圆了啊，稍微让它花瓣有一点点变化才好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这个牡丹红。好，继续加层次，一层这个大，一层小，然后再一层，再还是变大啊，还是大，就是不要全部都是这种，再补充一点点颜色。这个往这边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充一点点大红进来，然后再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根部的地方我们把它调整一下，不要空白的不要太多了，灰白的不要太多了，可以叠。如果缺口不够明显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缺口进来。好，这个是朝这个左边的这个花瓣。那我们还有继续啊。看一下那朵花，我们画的肯定不是说完全按照真花一模一样的去画，真的花的话，它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参照物而已，你们不能说完全按照它1比1的去画，我们就当它是一个参照物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颜色。今天这幅作品有一点大，可能说要画的比较快一点啊。大的作品你们可以后面再去学，我们的新朋友不一定说我现在画的这个大作品，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这个大作品啊。你们可以以后
晚一些的时候，你们再画这个大脸的作品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。好，笔尖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每次画这个花，其实这个花的话，即使同一朵花，我们要把它画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，不一样的味道。好，还是一样，补充多一点这个牡丹红，越到底下这些花瓣啊，颜色会越来越深一些啊。我今天用的这个纸不是夹线，是那个精品轩啊，比较薄一点的那个纸。好，有些花瓣往下啊。好，这里还来一个包起来的花瓣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画上面的花瓣。补充一点底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3种颜色先调均匀。那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花心哈，大概把花心的位置定一下啊，花心就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其他花瓣沿着这个花心去走，好不好？沿着这个花心去走。好，上面这些花瓣颜色会更浅一些啊，颜色会更浅一点点。这样子反着画，就朝着左边的花。我经常就是为什么，就是之前有一些家人老是说，老师为什么总不画这个朝这个左边的呢？不是总不画，也有都会有画，只是说朝左边的，我经常这样子手会被盖住，你们就看不到我是怎么画的。如果说花是朝右边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但是还是要画朝左边的呀，还是一样的，朝左边也要画，不然有些朋友说老师肯定不会画朝左边的。笔尖不停的去补充，在这个还没有补充底色的时候，我们笔尖都在补充这个牡丹红啊。
各种形状、各种形状的花瓣。好，这个架子基本上就搭这些就可以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架子搭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可以开始补充里面的这个缺口，补充缺口，补充正半啊，补充这些所有的里面的正半。现在画的全部是反半啊，现在画的全部是反半，但是颜色还是有一点，我调的还是不够均匀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但是一点点没有关系。比如说这几个花瓣啊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复一下笔啊。感觉这个颜色的话调的还不是很好啊，就是我在调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，所以大家出现没有调均匀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这个都是一个过程，就只要你慢下来都可以调的均匀。那我都会出现调不均匀的情况，何况大家呢？所以说学习一定要慢慢来，你看我都没有调均匀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补充正半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补充正半。那真的，我有一些花瓣真的还是快了一点点啊，稍微快了一点点，我也没有调均匀。没有调均匀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的复一下笔啊，不要复多，复一遍可以啊，不要复多遍，多遍可能就更不均匀了。就这样子复一遍啊。复一遍还可以，复多遍它就更加不均匀了。好，调不均匀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就是慢慢来。好，这里可以加一点点碎花瓣进来，这里也可以加一点点。好，我现在补充正半。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笔上如果说颜色深不下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去补充一点点水分，用笔尖蘸一下水就可以了。颜色还是调这一些，还是这个珠标大红，感觉很干。如果很干的时候，你笔是可以去蘸一下水啊，用笔尖蘸一下水，用笔尖去蘸一点水。好，把颜色调上来，调到笔肚里面去啊，然后再去调这个。然后调这个牡丹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多一点哈，颜色调多一点点，调多一点牡丹红，然后再调一点胭脂，笔尖调一点胭脂，这样颜色才更深。我们画这个正半啊，补充正半的颜色就要深哈，要跟这个反半有这个明显的，特别是这个中间的这几笔啊。中间的离着这个花心最近的这几笔啊，一定是颜色特别深的。好，这几笔颜色很深。我感觉这个颜料，这个牡丹红的颜料，它颜色会更深一些，比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玛丽的颜料颜色会更深一些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颜料？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是什么牌子？我不知道，很久以前的。用过的这个颜料，这个牡丹红，我刚刚用的是什么牡丹红？这个牡丹红颜色特别亮，特别深。
好，来补充正半啊，把缺口里面最深的地方先把它画上，因为到边上它没那么深，这中间的地方是最深的，这个颜色特别鲜艳啊。好，补充上正半啊，再补充一点胭脂，笔尖上再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补充正半啊，补充所有的这个正半。那今天这一朵花，它跟之前我们画还是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一点点干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来补充所有的正半啊。我们接下来颜色不要那么深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稍微的浅一点点啊，稍微的浅一点。我们蘸这个牡丹红也不要蘸的那么红啊，就可以不用蘸胭脂了啊。蘸一点牡丹红，这个时候可以蘸一点胭脂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画这个花心，花心中间的这一块，这个缺口里面也是最深的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把这个缺口最深的这个颜色的缺口先画上啊。好，这个是中间最深的颜色啊。好，这个越离着中心近的地方，我们让它颜色更深。好，我们这个比较深色的我们已经补完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边上的这些颜色不想太深的时候，我们的笔尖又很深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去把笔洗一下啊，去把笔尖去洗一下。好，来，还是一样哈。洗完笔之后，还是先调一点点这个珠标，先调珠标，然后调一点点大红，调一点点大红，调一点点牡丹红。颜色现在调少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不要调那么多了啊。那这个时候这些花瓣是比较虚的，我们就去点出它的这个花瓣来。点出这些虚的花瓣啊，画出这种虚的。
好，加一点点颜色，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不要太多颜料啊，一定是少少的颜料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画虚的这一部分，笔尖上稍微蘸一点点牡丹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花瓣不需要说一定看得清楚啊，看得清楚是正瓣还是反瓣，我们就很随意的去画，随意的去点出这些花瓣。笔尖补充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花瓣的这个形状的话还没有定哈，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去调整这个外形。最后我们再调整外形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就可以了。蘸了一下底色，蘸了底色之后，还是调一点点这个珠标大红，不要调太多了，一丁点啊，一薄薄的一层。然后笔尖上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点点牡丹红。诶，到这里来还慢慢的牡丹红也要调多一点点啊，这个花瓣可以伸得长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牡丹红加多一点点啊，它不能一下子变得那么白啊，它要有一个过渡啊，要有一个过渡，慢慢变得这个浅的这个姿态，不要因为这里是比较深的，如果说你突然变得这么白，就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啊，加一点稍微深一点的颜色。那底下的花瓣的颜色会更深一点点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一点点其他的颜色进来了。我们蘸一点底色之后，我们是有一个焦茶色，焦茶色还没有放进来，我们把焦茶放到盘子里啊。来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点焦茶进来，不要太多了。焦茶要慢慢的变啊，慢慢的变，不要一下子变得太多焦茶了。调了焦茶之后，还是一样调这个珠标大红，然后这个牡丹红，珠标大红牡丹红，这里来一些这个大一点的花瓣啊。再蘸一点牡丹红，好，沿着这里画一串这个散一点的花瓣，这个花瓣拉长一点点。好，画一些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。再蘸一点点牡丹红，蘸一点牡丹红。这个花瓣会不会伸的有点长了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底色，再加浓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要把底色再加浓一点，再加一点3绿进来，
把底色再调一下啊，再加点3绿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底下那几个花瓣的颜色更深一些啊，再加点3绿，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。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做这一步，它的颜色层次就没那么好。注意细节哈，细节决定成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，细节都很重要。调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调这个焦茶色，调焦茶，调一点点这个珠标大红，玫瑰红也可以调一点点哈。那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后面要调一些胭脂进来，调一些胭脂。今天用的这个纸是比较薄一点哈，再调一点啊，胭脂调多一点点。今天这个纸你们生手的话不建议用，你们可能用不来，你们还是用那个夹萱。这个纸阴的非常快啊，阴的这个速度非常快，你们可能掌握不好，我们的新朋友可能掌握不好，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掌握好，反正它这个阴的这个速度特别快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上。后面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啊，好像水分稍微大了一点点，水分稍微大了一点点，所以它的水吸的没那么快啊。这个纸生手的话不建议用，你看它水吸的没那么快。它因为它这个纸比较薄，我们生手用那个厚一点的纸，用那个夹萱比较好控制一点哈。好，还是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这个珠标，调一点胭脂。生手还是用夹萱啊。好，这里来画一个大的花瓣，来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没有玫瑰红，还是牡丹红啊，说错了。调一点牡丹红，调一点这个胭脂，把这个花瓣衔接一下。这个花瓣的颜色好像稍微浅了一点点吧，加一点红进来，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胭脂进来。所以每一笔的颜色都很重要啊！你一笔颜色浅了，就是感觉它在这个花瓣里面就感觉有点奇怪了，有点凸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地方。这些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，不够均匀可以复一下笔。好，把这个不够均匀的我们复一下笔啊。所以说调色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啊，一定要耐心。即使我调快了，我走快了，它也一样的不均匀。它不是说颜料就听我的话，有些朋友说，新朋友说颜料就听我的话，不是听我的啊，就是我还是一样的要调久一点，调久一点它才均匀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点底色，不要补充太多了，水分，特别是用这种薄一点的纸，这个薄一点的纸水分特别要控制好。薄一点的纸它没那么好这个掌握这个水分。好，这里再补充一点点花瓣啊，看一下这个花瓣要有多长，好，再伸长一点点啊。好，基本上这个花型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整体的来调整一下它的外形。调整外形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
洗一下就用这个底色。笔尖上可以沾一点点盘子边缘的这个脏一点的颜色，或者是什么颜色都可以，不要太。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花型哪里需要去调整。蘸一点点这个焦茶也可以啊。看这个纸的话，这个水印的特别厉害，看到了吗？来调整一下外形哈，可以蘸一点点这个焦茶来调。好，让这个花瓣伸的长一点，它会显得更特别一点啊。蘸一丁点焦茶去。调整外形也是特别重要的。好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朵花，它干了之后，它的颜色会变得更滋润一点。我们今天这张纸也用的比较大，我们的花也画的很大。因为我今天用的纸大，所以我想把它画大一点，因为我怕这个纸等一下蘸不下去，所以我特意把它画大。结果感觉特别大，大的有点离，当然也不是特别大。这个花的话，应该还是控制在这个25到30之间啊，应该没有超过的。因为今天用的是这个6尺3开的这个纸，我说这个之前也忘记之前用的是多大的纸，然后今天就采了一个这个6尺3开的比较大一点的纸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位置啊，花心的位置我们用最浓的、最深的颜色。好，待会儿这上面画花心，我们待会儿要干一点啊，等它干一点，干一会儿的时候再去加这个花心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朵哈，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朵花。那我们画今天的第二朵，在它的旁边画第二朵啊。干了之后，它的颜色还会变一下啊，现在还是湿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湿吗？这个纸。有些朋友说这个纸水会跑出来，水跑出来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它的这个下面这里再画一朵啊，再画一朵稍微有一点点包起来的这种感觉啊。那这一朵的话，我们之前的那一朵是一个大红色的，那我们还是画一朵大红色的。大红色的我们还是用盘子这些颜料去画啊，不变颜料。
颜色一点都不变，直接按照这个颜色去画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在它的左下边这里画一个半朵的哈，只看得到一半的，来画一朵这个。这朵花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底色，笔上干了就加水，然后颜色多调一些。你看，把这个大红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看到了吗？调饱满。我们把这个大红调饱满一些哈。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，调这个牡丹红，哇，这颜色特别鲜艳啊！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胭脂啊，笔尖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来在笔尖上补充一点点深色的啊。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好，慢慢的把它包起来的这种状态啊，颜色到中间来越来越深哈。颜色要调均匀，我感觉有一点没有调均匀啊，这个有一些笔尖上也没有调，也调的不够均匀，所以说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啊。好，包起来啊。来，这个缝隙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个碎的花瓣，把它填上，补充多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这个中间。我们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水进来就可以了哈，不用加其他了，就加水，调多一点颜色，调多牡丹红，然后再调胭脂，补充正瓣啊。这个花瓣要大，要画大一些。好，这个花瓣是从后面穿过来，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啊。它这两朵交接的地方，我们前面一朵就要把它蹭出来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水分是
水分多，可能有一点反光，是不是？你们看到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反光？因为现在这个水分很多，它就在这个光线下就会显得有点反光了。你们看到是不是反光的状态？笔尖如果深不下去，你可以加一点点黑色。如果万一深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点点黑色。就如果说你的胭脂够黑了，胭脂已经够黑了，咱们也可以不用加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里面是更深一点的颜色，直接加上最深的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缝隙里面还是要补上正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颜色要稍微浅一点，把笔洗了一下笔，然后我们现在颜色调少一点点，因为到上面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把颜色可以让它淡一点啊，但是颜色始终还是要调均匀啊。颜色调均匀，这个花瓣才好看。你看这个花瓣的颜色就是鲜艳，跟这上面的这个颜色的它是特别暗的。下面越到下面颜色越暗，到上面我们可以鲜一点点。在这个上面再来补充一个花瓣。看这个花瓣怎么补好啊？这个花瓣补特别要讲究，因为它在这个花里面。两个花相交接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前面这个花要把它蹭出来。这些花瓣的颜色还在后面啊，看一下这朵花在哪里，要看一下前面这朵花在哪里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啊。好，这里可以再来一个层次包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加一个花瓣进来。好，这里可以包一层小小的，这样子层次又多一个层次吧。现在很湿啊，很湿，所以它有一点点看不太清楚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等它干了之后，咱们再来看这个花的效果。现在它湿了，特别反光。你们觉得有没有很反光？是不是很反光？都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？有点反光。水是有点，你看这个水是特别大的，这个出来很多水啊，出来很多水，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出来这个冒出来的这个水在边上，画这么久还没有干，所以这个因为今天用的是薄纸啊，如果用厚一点的纸，它可能不会这样子，因为今天用的这个薄纸，薄的纸它就更加会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旁边的，画这边的。好，在这里画一朵，在这个边上来画一朵。这一朵的颜色我们就加一个黄色进来。第二朵花的颜色，第一朵花我们就最主要就分解了第一朵花的颜色，然后后面的颜色基本上差不多，就加了一点颜色，就是颜色在渐变。
这个的话，我们还是这种颜色，我们加一个藤黄，加一个藤黄进来，加藤黄，珠标也是要用啊，珠标也要用。藤黄珠标，你看这个颜色，2朵花还是第3朵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藤黄，还是这些颜色啊，还是这个颜色，还是这个珠标大红，还有这个，牡丹红跑得太出来了，把笔洗一下，还是这些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再来讲一下啊，加底色还是要加底色去画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我们先调藤黄，再调这个珠标，然后大红调一点也行哈，不调也没关系。调一点点胭脂，看一下这个胭脂需不需要，不需要就不要了，这胭脂也不太好看啊。胭脂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会显得很暗。好，藤黄珠标，然后调一点红，调这个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吧。好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再加一层花瓣啊。那我们在这个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再来加一层。哎，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呢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加深一点啊，颜色加深一点。好，蘸一点胭脂啊。
我这朵花还是按照之前的那幅作品去画的，这朵花就没有另外去找写生，就是还是按之前那幅作品差不多的去画，大概的一个样子啊，大概按照之前的样子去画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啊。来，大概看到花心的位置啊，我们把花心定在这里，花心定在这里。慢慢的让它包起来，这个方向其实不是很好画，朝这一边确实不太好画，朝这边确实不太好画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。好，继续来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调珠标，调一点这个红色，笔尖来一丁点这个胭脂，好，不要太多了啊。来，现在画的全部都是这个反瓣啊，那我们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瓣啊，跳出来这个花瓣，笔尖深一点啊。好，有几个跳出来的花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。好，把它的正瓣，一个反瓣，一个正瓣，感觉是一个反瓣，一个正瓣。好，再来画一层啊，再来画一个反瓣，然后再去补充一个正瓣进来，让这个花瓣跳出来。好，这里会有一点小的细节啊。这后面可能还有花瓣啊，也不一定。好，这里再伸出来一个。好，笔上现在又有一点点干啊，有一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还是先调这个藤黄，调藤黄啊，藤黄珠标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红色，调一丁点胭脂啊，不要胭脂不要太多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啊。
好，来再补充一点点深一点的颜色，补充一点红色，补充一点点胭脂啊。根部这里肯定是最深的嘛，然后这里要补充一点点正瓣进来，沿着这个反瓣的这个边缘去补啊。这个正瓣都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个地方加一点点，露一点点出来。好，这个花瓣就这样啊。好，继续来补充花瓣啊，补充正瓣。我们现在反瓣都画好了，现在都是补充这个正瓣。那这个里面可以补充一个小小的正瓣进来，补充一个小小的正瓣。那这个后面这一个缺口比较大的话，也可以再画一个花瓣，再补一个花瓣出来。再补充一些颜色，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红色。红色大红或者是这个牡丹红都可以用哈，都可以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补充这个里面的这个花瓣啊，补充正瓣，这个可以补充一个很大的一个正瓣啊，把整个笔都按下去啊。好，再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这个胭脂，根部的地方更深一点。这个花瓣这里再加大一点点啊，加圆一点。好了，已经感觉有一点盛开的感觉了，然后再把这里的这些正瓣再把它补上。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花瓣，我为什么反复的这个弄，就是看它的大小，想把它看画多大，看画多大，感觉还要再来一点啊，这边还是不够大，再加大一点点吧。
好，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我们画了小的，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大一点的，让它有大有小。来，笔尖再不停的去补充一些颜色，越到这个底下的花瓣，我们的颜色可以更深一点点，这样子它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这里又可以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稍微宽一点的花瓣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先调藤黄、朱标、然后这个红色。调一点点胭脂哈，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感觉这里还要再加一点花瓣啊，这里加一个花瓣出来。反着来一个啊，这里还是要加多一点花瓣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。好，这里可以来多一点点啊，感觉花瓣很多很碎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啊。这个反面这里也可以再加一点点。稍微大一点点啊。看一下这里还需要再去补充花瓣啊，补充花瓣。来，再来加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这边花瓣肯定是够的啊，就看这一边啊，这边要不要再去？来，先补充一点藤黄先哈，先补充一点藤黄、朱标，还有这个红色。把这边再来加一点啊，这边感觉还是少了一点点啊。哎，看一下这个花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调整这个花型啊。调整一下花型。调整花型的时候就慢慢来，不要着急哈。好，这个花型就这样子也行吧。
把这个花瓣看一下能不能加大一点点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花瓣稍微圆了一点点，让它方一点点。回一下笔。好，笔上稍微有一点点颜色的时候，有一些地方需要回笔的，我们回一下笔。好，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吧？把它，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，加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花心最深的颜色把它画上。好，我们下面还要来一朵花啊，或者是就3朵呢，就3朵。好，这里来画一朵，还是画一朵，画一朵小小的吧，画一朵小小的。我们后面这一朵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玫瑰红，好不好？后面这一朵，我们让它颜色又稍微变一下，加点玫瑰红。玫瑰红就用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来画啊，画一个小的花苞就行了，画一个包起来的花苞就行了。用玫瑰红，笔肚里面调玫瑰红。里面还是要用一点底色啊，笔肚里面还是要有底色，把这个玫瑰红调均匀，然后调一点牡丹红，笔尖调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。好，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苞，笔尖再蘸一点点胭脂啊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用最深的颜色加一点点啊，这样子显得更加有层次。这个颜色有一点点调的不够均匀啊，这一笔调的不够均匀，偶尔回一下笔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花苞啊，不要画太大了啊，这个就差不多了，开始可以包起来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就基本上要包起来了哈，不要画太多了。
好，调一点这个红，牡丹红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一层，然后中间这里是最深的，最深的你如果黑不下去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黑色，加一丁点黑色啊。好，这个中间让它感觉这里很多层次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样包起来的一个花苞。好，后面来一个花，诶，这里面看一下，这边还要不要来一点点啊？加一点底色，笔上太干了，加一点底色，再多调点颜色，调多一点，调到整个笔肚。我们后面再加一个花瓣啊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把它加上，这缝隙里面注意要小心一点啊，前面一朵和后面一朵相交接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，这里还要不要来呢？我再想一下，这里还要不要加一点点？再加一个啊，这里再加一个，感觉要想加一个，想加一个就加一个，凭着自己，跟着自己的感觉走，好不好？你想加一个就加一个，加一个就补一点正瓣进来。感觉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似的，还要再加一点点啊。就是形状，觉得形状不够好啊，形状不够好你就再加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半开的了。好，我们来把花心画一下。我们先画一下这个花心，把这个花心画一下啊。咱们先把这个花心画一下。啊，这是一个朝上的，那花心也要朝上啊，花心也要朝上。
好，花心密的地方让它很密，不要有太多缝隙。这密的地方就让它很密。好，跳出来的花心可以让它跳出来几颗。这个花心密的地方让它很密，很多。这个的话就可能就是画一点点，画几颗就行了。这个倒着的我也看不到。
好，少一点点花丝。这里我想再画一个更小一点的花苞进来。好，这里再画一个花苞，在这里再画一个花苞。好，画一个小花苞啊。这里画一个小小的花苞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小花苞。好，可以了。